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基督教为何歧视女人。论起基督教是如何看待女人，网上已经有很多节目说过类似的话题了，但是却好像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样，仍然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持疑问的态度。而我们身边好像大多数基督徒对这个问题依然是不清不楚，也许他自己明白，但是就是对你讲不明白，也许他自己根本也不明白。今天关于为何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歧视女人的这个话题，我们好好的谈一谈。哥林多前书11章5到7节，凡女人祷告或讲道，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剃了头发一样，女人若不蒙着头，就该剪了头发；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，就该蒙着头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瞧见了吗？女人需要蒙头，男人不需要。女人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。提摩太前书2章12节，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辖管男人，只要沉静。这一段就更厉害了，女人不能讲道，而且还不能管男人。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5节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他们若需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这一段就更严重了，聚会的时候女人说话都不可以。好吧，经文暂时就先引用到这里。大家看过这些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情呢？特别是女性朋友们，根据我后台的数据显示，我这个频道的观众女性大约占30%。我想看到以上我引用的这些经文，女性朋友的心情应该暂时不会太好吧。不过没关系，看过这一期节目之后，估计大家的心情会好很多了。不过这个是在后话，我们还得从头说起。如果看圣经中的译本，表面的意思来理解的话，当然这些经文中有强烈的歧视女性的感觉，这是不容辩驳的。加之公元1世纪那个年代，女性的地位本来就相对低一些。就算今天的中东地区，大家看到的仍然是这个样子。随着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不断升高，男女平等的意识逐渐的强烈。当今的女性基督徒越来越关注，到底圣经给予我们的是怎样的一种启示？为何我们如此大爱的上帝，却是一位如此歧视女性的上帝呢？我们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的节目，还是有很多牧师讲员为这些经文做解释的。但是你觉得这些经文能说服你吗？你真的能够释怀吗？其中一种的解释是，当时的那个年代，女性本就受教育程度比较低，所以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上帝为了保护女性，所以让女性在家跟从丈夫的教导就好了。如果她的丈夫不靠谱怎么办呢？那个年代别说是女性受教育程度低，男人也是一样的。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，耶稣那个时代文盲率应该在98%左右，即便是一些学者最小的估计也要达到95%。所以当时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是一个普遍性的情况。
男人应该比女人好不到哪里去。所以关于受教育情况的解释，我觉得还是欠缺一些说服力。另外还有一种看似比较属灵的解释，就是说当时的基督教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，传讲福音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会被咒骂，会被驱赶，甚至被打。很多使徒更是为了信仰而殉道，而为了信仰的殉道者，很多是被活活烧死，或者是被钉十字架的。被烧死的人当然是衣不附体，死状凄惨，被钉十字架更是会被先剥光衣服。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雕像或者是画像，耶稣的下身都是用一块布来遮挡，这是为了艺术创作。真实的情况，耶稣是赤身露体的。对于男性来说，这种羞辱也就羞辱了，但是对于女性来说，这种羞辱是极不合适的，所以干脆让女人躲在男人的后面就好了，被羞辱的事情还是让男人承担就好了。这种说法其实也说得过去，但问题是今天与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。虽然还是有很多国家跟地区逼迫基督教，但是没有活活烧死，也没有钉十字架了。难道圣经的教导过时了吗？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和真理是跨越时空的，肯定不会过时的，所以这种解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。还有一种在我看来比较危险的解释，这种解释认为，因为这几卷书都是使徒保罗写的，保罗身为法利赛人出身，骨子里还是有一些对女人的偏见，这样自己的书信里也直接的表达出来了。虽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但仍然是人写的，人将自己的思路和想法放在圣经里面，所以关于女性歧视的经文，那是使徒保罗的个人行为，并不是神的意思。虽然这么解释看似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。因为这么解释显然已经否定了圣经都是出于神的，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对的也有错的，这基本上动摇了基督信仰的根基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。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，我这里就不一一的赘述了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读圣经理解圣经，单单只看译本是不够的，除非你是一个只追求属灵的弟兄姐妹。现在有一类华人基督徒，他们只看圣经和合本，其他的一概不看，网络讲道视频也不看。他们觉得读神的话语，同时祷告祈求神的同在就好了。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牧者，网络节目也好，牧师讲道也好，都是人做出来的，只要是人都会有错，但是耶稣基督不会错，追求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才是最好的方式。关于这种做法，我今天不去评论，我只能说这与我的做法是不一样的。有些经文不懂就是不懂，有些字不认识就是不认识。我们需要查考更多的圣经译本以及原文的注释，还要查看当时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环境，这样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，但绝不是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当我要解决圣经难题的时候，会在自己努力请教牧师专家以外，我也会祷告，祈求主帮助我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并且开启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更多的东西。接下来我们就逐条的分析我们最一开始分享的那几段经文，到底传达给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信息。首先，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5到第7节，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头，
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女人若不蒙着头，就该剪了头发；女人若以剪发、剃发为羞愧，就该蒙着头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这里有2个重点，一个是女人的祷告和讲道，第2个就是蒙头。如果我们只看和合本圣经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可以看到女人是可以祷告和讲道的。这显然与后面又说女人不可以讲道是前后矛盾的。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理解，牧师站在教会的台上，那才是讲道，这是非常庄严正式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凡女人祷告或讲道中的讲道，希腊文的原文是预言的意思。这里所说的不是讲道，而是预言。当神有话要对众人说的时候，旧约时代经常会通过先知发预言，而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有时候会通过女性基督徒来发预言，这是对女性基督徒极大的恩赐。关于提摩太前书保罗说不许女人讲道，那一段是另外的一个意思，我们稍后会说到。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蒙头的问题。这里提到女人要蒙头，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句话是对谁说的。这很明显是对外邦人，也就是非犹太人说的。因为旧约时代犹太人不论男女进入圣殿或者是会堂的时候都要蒙头，而哥林多教会的位置在希腊，教会中有相当数量的希腊基督徒，而希腊人的习惯是奴隶、仆人或者佣人等底层人才会蒙头，雇主以及普通的自由人是不蒙头的。所以这里起码说明了哥林多教会有的女人是蒙头的，有的女人是不蒙头的。紧接着保罗又提到，不蒙头就跟剃了头发一样。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，当时的希腊，如果女人犯了通奸罪或者是妓女之类的女人，才会被惩罚剪掉头发。而头发剃短的女人在会堂里与男人其实是不太好区分的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男女的穿着上区分是比较小的，男人和女人在发型上的区别是比较大的。很多人解释这段经文总是强调男女次序的关系，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更多的说的是发型的问题，因为这一段经文一直到第16节都在说头发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蒙头不蒙头并不是关键，关键在于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，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。保罗不希望看到男女不分的情况发生，可是很遗憾，当今的世界越来越男女不分了。现代的女权主义主要强调男女平等，圣经中也从来没说过男女不平等，只是告诉大家神创造男女有分工有次序。华人的传统观念也认为男主外女主内，对不对我们先不去讨论，我们只说男女有别的问题。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，男女都是各自不同的，有些工作适合男人做，有些工作适合女人做，这是基本常识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11到12节新译本。然而在主里面，女人不可以没有男人，男人也不可以没有女人，因为正如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，照样男人是借着女人而生，万有都是出于神，在神眼里同等重要，只是先后的次序不一样。所以保罗只是借蒙头的问题在谈男人和女人应该是有所区别的问题。
今天的教会不需要蒙头，但今天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仍然要遵循神给人的次序。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只说到了一半，在下一期我们将继续结合原文和大家分享剩余的几段经文，同时还要跟大家揭示一个更重要的解经原则。有了这个原则，对于我们明白圣经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继续。